各位球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劈长技术。我们先来讲一讲劈长技术的应用场景。一般来说呢，针对台内的短球，我们采用劈长。那么对方搓过来，或者是对方发过来的长的下旋球啊，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，如果你会拉的话，一定要拉起来，因为这种球呢不是很好劈啊，过去的威胁比较小。那么为什么说短球我们可以劈长呢？就是因为球离对方比较近，它这个劈长有一定的突然性啊。一般应用的时候呢，配合着比如说挑打啊，比如说摆短来牵制对手。所以说劈长啊，最好是在上升期进行劈长，你可以借到球的力，而且有一定的突然性。不要等到下降期去劈，你借不上球的力，给对手的威胁就会小很多。劈长技术呢，关于上步啊，先上左脚，后上右脚，身体完全进入台内，这我就简单说一下，因为很多的短球技术都是一样的。我说一下主要的区别啊，就是说对方的球弧线越高，你引拍越高；对方的球弧线越低，我们引拍越低。然后对方的旋转，这个旋转当然指的是下旋啊，对方的下旋越强，我们板型越后仰；下旋越弱，甚至侧旋上旋，我们可以立一点拍。有的球友可能会问了，这个下旋球摆短可以理解啊，我们不容易上手啊，球比较转。那么侧旋和上旋，有时候你在电视上看国家队也好，有时候会立起来拍去劈啊。这个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说我不想跟你打上旋相持啊，我挑起来可能我涉及到还原，我挑不出来质量，我还原慢，未必是主动，我只想让你起下旋，我去反拉你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采用劈长的这种技术。板型说完了，我们说一说发力方向啊。发力方向呢，其实跟板型是息息相关的。你立点拍肯定是向下的多啊，你后仰的多呢，肯定向前的发力就多一点。那么正手劈长和反手劈长，我们基本上都用板头。那么反手的板头这个位置大概在1点钟左右，那么正手呢大概在11点左右啊，劈长啊，劈长。反手的也是啊，劈长。如果我们想加转，这个球呢可能要牺牲一定的速度。啊，所以说劈长呢，并不要一味的追求旋转，太转的这种劈，比如说这种啊，这种很转，但是球速就慢了，所以说一定要把速度加上来，以速度为主。你哪怕不转，或者说没有那么转，但是这个球速度快，就容易顶到对手啊，具有一定的突然性，这样威胁更大。劈长动作演示，我们边看视频边讲一讲劈长练习时需要注意的细节。第一，劈长的引拍要找到向后上方拿起来的感觉，肌肉不要在开始阶段就僵硬。第二，劈长虽然要有一定的速度，但是动作不宜做得过大。劈长后手臂不要伸直，要找到收住或者说停住的感觉。第三，在劈长触球的一瞬间，手腕肯定要发力，体会突然加速然后制动的感觉。第四，劈长后身体重心一定要完全压到右腿后，再蹬地还原。